这样在电脑上，求生2有了一个 VR 模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电脑只玩 VR 一体机的朋友来说，依然是没有办法通过 VR 来体验一下这个求生2。但在不久前，咱们的国产 VR 射击游戏《雇佣战士》的社区模组里面，就有热心群众把这个求生2的地图搬到了这个模组里面，而且支持 VR 一体机。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在这个求生2的模组地图里面的安全屋场景。对于 VR 一体机来说，这个画质还是相当不错的。雇佣战士它下载模组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菜单里面能够直接看到这个模组地图，它的文件大小基本上来说大于100MB 的模组地图，它的质量就非常好了。这张求生2的图呢，已经有300多兆 MB 的大小，所以说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如果之前有玩过求生2的朋友，你现在听到这把 AK47 的枪声就会非常有那种怀旧感啊，一模一样的这个枪声效果。包括我们现在打开门出去，现在响起的这个主题音乐也是求生2的它的那个主题音乐，一响起瞬间就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多年以前跟自己的朋友通宵网吧玩求生2的那个场景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张图它在原版游戏里面就是死亡中心章节那个中厅那一段，我们需要把汽油倒进楼下的这个汽车里面。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这个模组地图的开发者并没有还原求生2那个游戏模式，因为在雇佣战士里面，它最受欢迎的模组其实是使命召唤僵尸模式的那个模组。于是这名开发者就在使命召唤僵尸模组的基础上，把这个求生2的图放了进来。这就意味着你虽然是在求生2的场景里面，但整个游戏模式还是那种使命召唤僵尸一样的击退尸潮模式，就是不存在线性剧情那样的闯关的啊。但即便如此，只要你一想到自己在 VR 一体机里面就能够进到求生2的场景里面灌来灌去，还是非常的带劲的。有一说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求生1、2应该分别是在08年和09年推出的。如果下一代 VR 一体机的核心旗舰处理器的性能继续翻倍的话，我觉得把求生1、2直接优化移植到 VR 一体机上面，绝对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前提是就要看威社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个求生2模组地图还有一个比较还原的点，就是如果你是进入多人游戏房间的话，里面所有 VR 玩家的虚拟形象都会换成求生系列游戏主角的形象，这样就更有代入感了，是不是？如果将来开发者能够把这个地图里面的丧尸换成求生2里面那些丧尸形象，那就更好了。说到这里，咱们也稍微讲几句雇佣战士最近的状态啊。常玩雇佣战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进行一个大的更新了。因为这个游戏团队正在忙着去推出他们的第2款游戏《雇佣战士吃鸡》。吃鸡版的雇佣战士呢，现在也已经在封测当中，下个月也会进行这个公开测试。对于雇佣战士吃鸡的游戏质量，我觉得大家不用怀疑啊，我可以说它现在就已经成了，等它推出的时候应该会蛮受欢迎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等到雇佣战士的一些持续性更新的话，肯定是要等到吃鸡版本推出稳定了之后。比如你就会看到吃鸡现在已经推出了匹配功能，也会添加到雇佣战士里边。不得不说，可以使用模组功能这件事，它不仅仅是雇佣战士它自己这个游戏的一个优势，也是快3这台机器的优势。比如你自己买了 Pico， 你明明跟快3的玩家玩的是同一款游戏，但是他们有无穷无尽的模组地图可以玩，你自己却没有，这就是一件会让人感觉心塞的事情嘛。而且未来 VR 一体机的性能一代更比一代强，那这个模组功能它这无穷无尽的拓展性，就会让这个设备的游戏内容生态更加的坚实。想想 Steam 有多大的价值，都是因为它存在这个创意功法。相信未来我们在 VR 一体机上还能够玩到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模组地图。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要陪着 VR 成熟的 VR 找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玩家交流社群和频道，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